释怀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却是好牌？不用费在，不自在失态。就算不算好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我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感慨。那应不应该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？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严家律师来保释你了，我已经提醒过你，不要帮严兴逃走，你就是不听。你这样为严家牺牲，值得吗？我没有得选择，严先生他对我恩重如山。你这样为严家，他到底有没有顾你的生死？这一次幸好市长认为他疑犯已经死了，就算起诉你也找不到真凶，再加上我帮你说话，警方才答应把你给放了。谢谢专员的帮忙。可惜，小新已经……我知道你心里内疚，你本来是想帮他的，结果没有想到你会把他给害死。其实我也是有同感的，如果不去捉他的话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做赌业专员，有时就是这样身不由己。严兴如果早一点出来自首，就不会有事了。严兴年轻不懂事，以为逃走就可以一了百了。他大概没有尝过东躲西藏、见不得光的日子。我以前就是有一个老千朋友，因为犯罪遭到通缉，又得罪了仇家，以为逃亡就能够避难。结果搞到自己每次要探望女儿的时候，都得偷偷摸摸，真是人间大悲剧。其实做父母的，不管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、多辛苦，都很希望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子女。严家夫妇是这样，我的那个老千朋友也不例外。你的朋友是个老千啊。他为了确保女儿的安全，每次探望女儿的时候都得化妆，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女儿认得出他。你在想些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起以前在孤儿院也有过类似的情形。那位父亲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才来看自己的女儿，而且他每次都不敢露出真面目。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的亲身经历？不是啊，是孤儿院里的一个小朋友罢了。我比起那个小朋友，我真的幸运多了。如果我没有遇到严先生，没有他的收养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好奇的是，我已经替他请了律师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又要麻烦你了，不过恐怕要迟些时候才可以还你钱。钱是小事，严兴如果真的死了，那才麻烦。死无对证，法官不懂会不会相信？好奇是被人主食的，都是好奇不好啊，他好勇斗狠才会出事的。你别太担心，必要时我们可以找严先生来作证，他一定知道他儿子是不是主谋的。我们不要再麻烦他了，小新已经死了，他们夫妻俩一定很伤心的。可是你弟弟，小新已经枉死了，你还要严先生出来供证儿子的罪行，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？
看来只有一个人能救得了浩奇。你想打给谁？我帮你忙。罗神风，你为什么要求这个小人？就算他肯帮，也一定要你付出代价，值得吗？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去救浩奇吗？事情还不到绝望的地步，也别去惹他。我妹妹已经是最好的例子。丁伟，我只有这个弟弟，我有的选择吗？把手机还给我。如果你真的要找他，我们连朋友没得做。罗神风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提出对你弟弟有利的口供，帮他减刑的。谢谢你啊。其实也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跟严心赌。如果我没赢他的话，你弟弟就不会为了替严心报复而害了自己。浩奇的确做错事，我没有怪任何人。而且你肯帮他减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。这点小事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既然我们是朋友，你以后就让我每天来探望你，好吗？等一下到了海边，你要尽全力叫小新的名字，这样他的尸体才会浮上来，他就可以找路途为安了。我们这样招魂真的会有效吗？不准去！小新都没有死，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啊？大姐，你别这样啊！都已经3天了，如果他还活着，就早就回来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派人四周在荒岛找过啊？他可能飘到其他岛屿呢。我已经发上人手，在方圆100里仔细找过了，但是还是找不到。大姐，你要节哀顺变啊！一天找不到小新的话，我是不会放弃希望的。会不会是他知道警察在盯着我们，不敢跟我们联络？他肯定是在那岛屿上，我去找他。大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大姐，这男子，我把小新找回来。大姐。启芳，我是殷峰，我们在海边发现一具腐尸，怀是严心。尸体呢是从海面那边漂浮过来的，我一发现的时候就马上通知你。殷峰，殷峰，殷峰，尸体呢？尸体在那边，法医正在检查。小新，她可能是死者的母亲，可以让她过去吗？你镇定一点，尸体已经发胀了，不能肯定是你儿子。死者应该浸泡在水里最少超过3天以上，是一名年龄15、16岁的男性，尸体上没有任何的伤痕，我怀疑他是迫害溺毙死亡。坚强一点。我要看尸体，小新。怎么了？不是小新，不好意思，
让你虚惊一场。没关系，只是到现在小信还是没有消息。你这几天那么难过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。小新出事以来，我在他身边时间不多，本来以为出狱之后可以好好的弥补的，是没想到发生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。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我真感到很后悔。严先生已经到了，你们两个谈一下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找我。我是严欣。怎么样？吩咐他们继续找，就算他死了，也要把他尸体找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吉放！放开我啊！我继续把小倩找回来。吉放！我当初应该听你的劝告，不帮小倩逃亡，就不会有今天。小倩都是我害的，吉放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宁愿死的人是我。你现在讲出有什么用呢？小倩就变得还是这个样子了。一天看不到尸体，我绝对不会相信小静已经死了。吉放！严太太、罗先生，赌局可以开始了吧？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严太太惨受丧子的悲痛，看来还没复原。如果你自动认输的话，我可以马上不赌。罗神风，你自知赌不过我大姐，居然耍花样，我们是不会中计的。以我们赌后今天的状况，谁输谁赢，我看你们两姐妹比我还清楚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希望你会节哀顺变。我听说你们两夫妇为了这件事而大吵了一顿。其实你儿子的死，也不能完全怪你丈夫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儿子会逃亡，是因为他被发现指使江浩奇在我的赌场放炸弹。可是你想一想，到底是谁让他有样学样，做出那么胆大妄为的行为呢？罗神风，你不想赌就给我滚！不要在这里乱说话，我们是可以告你诽谤的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。不知道以前谁说过，严家的人是不会做缩头乌龟的。也不知道是谁拼了命也要封杀我开赌场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严太太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谁才是害死你儿子的罪魁祸首。罗神风，你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有胆量的话，就跟我赌一把吧。对不起，赌局是我和你太太，等我赢了她再说。你明知道赌不过袁飞，所以你不敢赌，对不对？谁你怎么说？严太太，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如果你不怕惨败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不要赌了，我认输。大姐，你未必会输，为什么不赌呢？小新都已经死了，输赢对我重要吗？被告江浩奇滥用危险爆炸物品，严重伤害他人身体，罪名成立，判入狱4年。你弟弟已经到了，你们好好谈一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谢谢。
姐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不是，我只是暂时接受他帮忙而已。你这次被轻判，也多得他没有说出对你不利的口供。怎么样，在这里还好吗？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我在里面还习惯，你放心吧。姐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差点害死了你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你别这样了，姐姐都没怪你，只要你以后肯改过，重新做人。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改过的。还有啊，在里头别再逞英雄了。哦，我会学乖的。申峰啊，我弟弟的事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医院里有护士照顾我，我不想再麻烦你了。你是不是怪我帮不到你弟弟？不是啊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好奇他罪有应得，不能怪任何人。那你就让我继续照顾你啊！我打算帮你请个特别护士。不用了，为了好奇的事，已经耽误你太多时间了。我不介意啊。但是，我介意啊！我不喜欢欠人太多人情。你帮我的忙，我永远会记住的。我们还是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希望你还把我当成是朋友。我先送你回医院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行了。在我生日的时候，你去了香港，你是不是去杀鲍比？我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去过香港了？你还说谎？难道这护照上面盖的印是假的吗？还有这张电话单，我那天打给你，你在香港接听的记录，难道这也是假的吗？大姐猜的没错，你居然攻击外面的人来害他们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的？是，我是去过香港，不过我不是去杀人啊。那你为什么去得那么鬼祟呢？难道你怕我们知道些什么吗？文心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好，你还狡辩，我现在就打给飞哥，叫上来看你的护照。哎，文心，不要打。好，我说了，我是去香港跟情妇摊牌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次。文心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年初的时候，我到香港去谈生意，结果认识了一名武小姐。那晚我喝得很醉，结果就跟她逢场作戏了一晚。没想到她死缠着我不放。我之前已经告诉她我有老婆孩子的。后来在你生日那一天，她又打电话给我，要生要死的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飞过去香港一趟，准备跟她一刀两断的。结果到了那里，她竟然用黑社会来威胁我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给她一大笔钱，我才有命逃回来跟你一起庆祝生日的。你别动我啊！你对得起我和女儿吗？你居然在外面养情妇！我要跟你离婚！你给我滚！文心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。给我滚啊！文心，你给我滚！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给我滚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我的命真苦，我的儿子不到1岁就死了，以为可以领养一个女儿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但是我的丈夫却在外面搞女人。你就算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女儿，就原谅前面这一次吧，啊？那为什么你搬来别墅，不原谅飞哥呢？其实现在，你是最了解我的感受的。你只会劝我，不会劝你自己。
会喝酒麻醉自己，儿子就会复活吗？你根本不配当小新的爸爸。如果喝酒能把儿子还给我的话，那你喝啊！你说话啊！你们不说话就没有罪了吗？你说我不配当他的爸爸，那你呢？你配当他的妈妈吗？你离开了我们8年，8年，这8年，你了解小新要的是什么吗？其实小新真正要的是学读，他想续传我们的事业，但是你不喜欢他学读，所以我就阻止他。还有，其实小新他很想接近你，但是你把他管得太严格了，才会造成他偷偷跑去学赌，还去炸人家的赌场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你一直很想向小新学赌？是。拉他去成你的赌场？是。我真的很想他续成我们的赌场，我们的事业，但是我们是夫妻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不让他沾赌。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在意见上有这么大的分歧。我千方百计的阻止小新去决赌，甚至要他发毒誓，也会砍他的手指。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不想让他步我们的后尘。就是你处处逼他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可是你这么纵容他、包容他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是，这次是我的错，但是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要不你长期发布行动，他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吗？会吗？我是罪魁祸首。是，你是罪魁祸首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不让小新学赌方式可能是错的，那你自己有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呢？我们的结合本来就是一个错，像是说的对，我们勉强在一起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不要跟我提起第三事，我不相信他说的话。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多少我们至亲的人一个一个离开我们。我爸爸，你爸爸，现在是我们的儿子。我们到底要面对多少的生离死别才算了结呢？我不要在面前这样痛苦下去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为什么要分手呢？珊珊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不要相信他。你不信也没有用。小新的死已经是我们心中的一根刺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以前。我现在已经失去小新，我不能失去你啊！时间可冲淡一切了，我们可从头开始的啊！你能忘记小新吗？你不能是吗？我们之间永远就会有裂痕，在没有造成更大伤害之前，我们还是分开。难道说了分手，没有其他办法？除非小新复活。他们两夫妇分居了，严太太搬到别墅去。为什么？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，大概是因为伤心儿子的事，很难面对对方吧。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？他们虽然分居，但严先生一直很想挽回，不过严太太好像无意复合。
叶雪，我是美瑶啊，你今天觉得怎么样了？好很多了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是严先生叫我来的，他要我告诉你，他会安排你去国外接受世界知名眼科权威博士的检查，希望可以尽快治好你的眼睛。非常谢谢严先生的好意，但是我知道不可能复原的。你仗都还没有打，你怎么可以认输呢？喂，你是护士来的，懂得鼓励病人，怎么不会鼓励自己？现在科技天天都在进步，你今天医不好，不代表明天就没有新药啊。是啊，你不试怎么会知道？试了，至少还有个希望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果然很合拍，连语气都一样，我说不过你们了。今晚是平安夜啊，你们就别在这里陪我了，出去庆祝吧。你一个人过平安夜，你不会寂寞吗？不会，这里有医生和护士，而且我也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那好了，我们改天再来看你吧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Merry Christmas。 Merry Christmas。 Merry Christmas。走吧。刚才在月雪房里，你突然间出现，我以为你会吃醋。我像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现在知道你不小气，还蛮大方，以后我会多看你孩子。你敢？哎，你看，说完美女，美女就出现了，是小童。去看她。小童，小童 ，Merry Christmas，Merry Christmas， 这么巧啊？你一个人吗？没有朋友陪你啊？我只是随便走走，没有约朋友。平安节你一个人过，不如你跟我们去广场倒数吧。你跟美瑶姐去吧，我还要去教堂参加子夜弥撒，替表哥祈祷。如果不早点的话，就赶不及了。我先走了。小童，你不跟我们过圣诞，就让这个圣诞熊陪你。Merry Christmas。谢谢你 ，Merry Christmas。你回去陪美瑶姐吧，今晚我有这只圣诞熊陪我，我就不会寂寞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张嫂，董小姐，今天有人送这份圣诞礼物来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小芬，爸爸有段很长的日子都不可以再来看你了。爸爸，你这次要走很久吗？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？爸爸要去的地方实在太危险了，不可以带任何人去。爸爸也舍不得你了。既然你不肯让我和你一起走，那你就把这个布娃娃带在你的身边，让它代替我陪着你好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把布娃娃带回来。爸爸，你一定要回来哦。爸爸，你一直以来都不肯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现在我可以知道了吗？你还是不要问吧。爸爸有太多的仇家，你知道了反而会有危险。小芬，好好照顾自己。爸，小芬，
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8年了。小芬，其实爸爸一早已经出现在你的面前了。真的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让我知道？我是有苦衷的。还有很多仇家对你不利吗？是的，这8年来，爸爸挨了很多的苦，到现在才可以真正跟你见面。小芬，爸爸实在太对不起你了。爸，你把胡子除下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啊。小芬，爸爸现在的样子已经变了，恐怕你已经认不出爸爸了。怎么会呢？你是我爸，我怎么会忘记你啊？好，不过你不要吓一跳。黄专员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我就是你爸爸，黄专员是我现在的身份。那，怎么你还不相信啊？你手上的洋娃娃就是最好的证明。8年前你把它交了给我，我也说过，在我回来找你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既然你是我爸爸，为什么你的样貌跟声音全都变了呢？我是整过容的。8年前我跟你说过，我得罪了不少人，如果不改头换面的话，我早就给人家打死了，不可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。那上次你在拘留所里所说的老千朋友，其实就是在指你自己。没错。你既然已经查明我的身份，为什么你到珊瑚岛之后，你不马上跟我相认呢？我是有原因的。那么多年我没有跟你联络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已经被严家收养了。我不想影响你跟严家的关系，所以才没有立刻跟你相认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。我不想那么快就暴露我的身份。你要完成什么心愿？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你的戏演的倒是挺不错的嘛。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以前的事？为什么说那么多？你还是不肯相信我？你一直都是黄专员，你叫我怎么一下子就能相信你是我爸爸？你又不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，我冒充你爸爸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你还有怀疑的话，我们一起去验 DNA。你不会连科学见证也不相信吧？姐姐，是我是好奇。你好，是好奇。我知道你很想念你弟弟，更不方便到监狱里去探他。我跟监狱长很熟，他特别卖个人情给我，让好奇把他跟你说的话录了下来。这录音带比任何东西都贵重，严先生，真的谢谢你啊！你别这么说，过些时候你就要到外国治疗，更见不到你弟弟。我会让好奇定期把录音带交给你，你也可以把你要跟他说的话录下来交给我。不过录音带必须要经过监狱检查。好奇连累的小心，你还对我们俩这么好，都是小心不好，他太冲动了，才会害你们两姐弟啊，尤其是你。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小新都死了，还计较谁对不起谁吗？严先生，谢谢你安排我到国外治病。有一件事，我能要求你帮我吗？什么事？
千万不要让罗生峰知道我的行踪，我不想他再缠着我。我会的。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问吧。你和齐芳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复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自从小新死后，我跟齐芳有更大的心结。不过，我还在尽力的挽回。你放心吧。叶璇这次出国治疗，我不想让罗生峰知道他的行踪。你要保密。订了什么时候的班机啊？机票吗？我已经替他订好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失魂落魄的。我是问你，替他订了什么时候的班机啊？对不起啊，严先生，是后天一大早的班机。是不是太累不舒服啊？有心事？不是啊，是我去看过严太太，她生病了。什么？齐芳生病了？文熙怎么没告诉我？看了医生没？看过了，严太太她发了1天的高烧，吃了药，她现在精神好多了，你不要太担心她了。现在文心气得把我赶了出来，赌场我也回不去了。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其实你也捞了不少钱，有钱还担心什么？怎么说也都是夫妻一场，更何况我在赌场也做了这么多年了。哎，你不是想要回去帮严飞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我总得有个依靠啊。好吧，你先暂时秘密的过来帮我。严飞赌场里面的电脑系统只有你最熟，我也不想你那么快就放弃做卧底的身份。等他们气消之后，他们自然会找你回去的。谢谢你，那我先走了。王专员，刚送来的。看了这份 DNA 检验报告和照片，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是你爸爸了吧？我知道，忽然间有一个容貌声音完全改变的人站在你面前，说他就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。你保留以前的容貌，你不可以重新做人吗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一名老千通缉犯。就算警方没有拘捕我归案，那些以前被我骗过的人也不会放过我。所以，你宁愿改头换面的？我费尽了心思，好不容易当上了赌业专员，为的是希望能够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以前东躲西藏，担心受胖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。就算要跟亲生女儿见面，也要偷偷摸摸。现在想起来实在太后悔。小芬，这些年来，爸爸只让你一个人过着很孤单的日子。爸爸对不起你。我虽然不能够理解，不过我相信你应该是有苦衷的。这么多年来，爸爸连做梦也在想怎么跟你相认。我很担心你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你的真实姓名应该不是叫黄云九吧？我们本来是姓董的，不过江湖上的人都叫董老三，所以我就叫做董小芬。那妈妈呢？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？她在哪里啊？妈妈已经死了。我担心你听了之后会很难过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告诉你。我们这一次父女相认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严家，你也不可以告诉他们。为什么？我从一名通缉犯摇身一变成为赌业专员，如果这个身份秘密揭穿了之后，你想想，
我在珊瑚岛还可以立足吗？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父女相认了，我很希望自己的女儿叫我一声爸爸。爸。对了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只是感冒。大姐，飞哥还在外面等你，你出去看看他吧。刚才不是已经叫回去了吗？大姐，飞哥他也很可怜的。以前他为了探听的消息而避雨林，还有小新帮他遮雨。现在小新都不在了，他还那么折磨自己。小新如果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很心痛他爸爸的。不要再说了，文心。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的。林峰，对不起，我不送你了。好。叶先生，启芳的心情还没平复，他是不会见你的。你先回去吧。我太了解齐芳了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果然进步得很快。不愧是龙庭光的外孙，将来你的成就一定是在你父亲之上。这次如果不是你在海上救了我，我也没命了。你不但救了我，还叫我赌术，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才好。你别那么说，当年我在最危急的时候，龙庭光他也救过我，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他。我是不忍心看到你外公的赌术失传，所以我才会教你的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师傅呢？好。不是好就是坏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费一载，不自在失态。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